后妈怀孕后，一口咬定她肚子里怀的是男孩，爷爷奶奶给了她30万当作安胎费，但后妈却看上了爷爷奶奶给我的大别墅。她在我的生日宴上跟爷爷奶奶大闹：爸妈，你们必须让周佳佳把那套别墅过户给我，否则我就打掉孩子，让你们家断了香火。后妈说完，一脸得意地看着爷爷奶奶，可奶奶就像看傻子一样看着她。一旁爷爷漫不经心地说：你的孩子，你想怎么处理都行。这下后妈彻底傻了，因为她不知道我才是整个家的继承人，而我爸只是一个赘婿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我22岁生日那天，爷爷奶奶叫来了所有的亲戚朋友，摆了10桌宴席给我庆祝。亲戚朋友都夸我爷爷奶奶有福气，教了我这么好的一个孙女。爷爷奶奶也笑得合不拢嘴，但是全家左等右等，却迟迟没有等到我爸和后妈陈娇娇。爷爷的脸色越来越难看，刚才热闹的场面也冷清了下来。就在这时，陈娇娇一手扶着我爸，一手拖着孕肚姗姗来迟。一进门，陈娇娇就一屁股坐在了爷爷旁边，对他说：爸，我肚子里怀着周家未来的继承人，行动不方便，你别怪我们来得晚。陈娇娇刚刚怀孕3个月，肚子还没显怀，怎么可能会耽误她行动？爷爷的脸色立刻黑了下来，但是顾及我爸的面子，他还是没有直接说陈娇娇，而是对我爸说：建文，今天是佳佳的生日，你当父母的怎么能来迟？我爸搂着陈娇娇回答道：爸，这也不怪娇娇，她怀孕了，身体不方便，你就体谅体谅她吧。奶奶赶紧出来打圆场：好了好了，既然来了，就不说那么多了，赶快吃饭吧。吃饭的时候，陈娇娇不停地挑剔饭店里的饭菜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不知道我怀孕不能吃生姜吗？吃生姜，将来孩子生出来皮肤会发黄的。有这羊肉是怎么回事？是不是想让我儿子得羊癫疯？陈娇娇的言论让在场的亲戚们都憋不住的想笑。陈娇娇高中都没考上，只上了一个中专。我们家人也知道她没文化，但是没想到她没文化到这个地步。但是为了我生日宴会顺利进行，爷爷奶奶没有搭理他，而是直接让服务员换了新的菜。陈娇娇这才消停下来。吃完饭，奶奶拿出了一个盒子，慈爱地对我说：佳佳，你今年已经22岁了，大学也毕业了，爷爷奶奶给你准备个礼物，你看你喜不喜欢？我开心地接过礼物盒子，打开一看，里面躺着一把钥匙。奶奶拍了拍我的手说：佳佳，自从你妈走后，我和你爷爷最担心的就是你。现在你长大成人了，我们给你提前准备了一套别墅，你想什么时候住进去都行。奶奶的话让我心里满是感动。虽然我从小到大就没缺过钱花，但我还是没想到，我刚毕业，爷爷奶奶就给我买了栋别墅。尤其是当奶奶说起2年前去世的我妈时，我忍不住擦了擦眼角的泪水。可就在这时，陈娇娇却噌的一下站起来，她满脸不悦地对爷爷奶奶说：爸妈，你们是老糊涂了吧？竟然给一个外人买房子，你知不知道我肚子里怀的才是你们的继承人？我怀孕，你们就给30块钱30万的安胎费，周佳佳过个生日，你们就送上千万的别墅，你们怎么能这么偏心？陈娇娇的话让现场瞬间安静了下来。爷爷的脸色铁青，他瞪着陈娇娇说：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佳佳是我的孙女儿，什么时候成了外人？你不要在这胡言乱语，让亲戚们看笑话。我爸拉了拉陈娇娇，却被他一把甩开。
我看你们是老糊涂了。我肚子里怀着的是名正言顺的周家继承人。我告诉你们，今天这个房子必须过户给我，否则我就拿掉这个孩子，让你们老周家断了香火。”说完，陈娇娇一脸得意地坐在座位上，似乎等着爷爷奶奶惊慌失措地求她留下肚子里的孩子。可她这句话说完之后，爷爷奶奶脸上丝毫没有惊慌的表情，反而像在看傻子一样看着她。因为他不知道的是，我才是家里唯一的继承人，而我爸周建文只是一个赘婿，我妈才是爷爷奶奶的亲生女儿。我爸是入赘到我们家的，所以我才会管我爸妈的父母叫爷爷奶奶。爷爷奶奶年轻时白手起家，挣下了一份不小的家业，他们只有我妈一个女儿，所以在我妈找对象的时候，爷爷奶奶就提出一定要找一个上门女婿，而且不光生下的孩子要姓周，就连男方本人也要改姓周，相应的男方能得到的回报也很丰厚。我爷爷奶奶家的产业足以保证他一辈子荣华富贵。我爸当初是农村来的穷小子，一门心思想和我妈在一起，得知这个要求之后，一口就答应了下来。从此我爸从刘建文改名成了周建文，而我出生之后也跟我妈姓了周。从我爸妈结婚之后，爷爷奶奶就把我爸当成亲生儿子一样看待，所以很多不熟悉我们家的人都以为我爸才是我爷爷奶奶亲生儿子。我妈2年前生病去世之后，我爷爷奶奶也没有阻止我爸再找。在我爸娶了后妈之后，爷爷奶奶也是以父母的身份参加了婚礼。在后妈怀孕时，爷爷奶奶还给了30万的安胎费，可没想到后妈竟然蹬鼻子上脸，看上了爷爷奶奶送给我的别墅，扶着肚子坐在椅子上的陈娇娇，没有注意到爷爷奶奶的眼神，还在自顾自地说：“爸妈，你们可想清楚了，一个是迟早要成为外人的孙女，一个可是你们老周家唯一的继承人，你们选哪个？”爷爷冷笑了一声，对陈娇娇说：“孩子是你的，你怎么处理都行。”爷爷的话刚落音，陈娇娇就猛地一拍桌子，对爷爷说：“你是不是真的老糊涂了？连孙子都不要？天底下怎么有你这么狠心的老人？”爷爷瞥了一眼我爸，严肃地说：“建文，难道你还要让你老婆在这里胡闹丢人吗？”我爸却对爷爷说：“爸，虽然说娇娇说的话太直白了，但也不是没有道理。佳佳是个女孩，房子给了她，不相当于把财产给外人了。”我爸的话把爷爷气得捂着胸口说不出话。奶奶赶紧去扶爷爷，陈娇娇这时还在一旁阴阳怪气：“爸，你刚才不好的吗？我们一说你偏心，你就装病。再说你演的也不像啊。”说话间，陈娇娇还不停地挥舞着双手，手上卡地亚的镶钻手镯差点被她甩了出去。陈娇娇的话让我握紧了双拳。本来我不想让场面弄得太难看，但我没想到陈娇娇竟然这么过分。自从她怀孕开始，不光爷爷奶奶给了她安胎费，我也经常给她买各种燕窝鱼翅，让她补身体。就连她手上戴的卡地亚手镯都是我给她买的。我忍无可忍地大喊了一声：“陈娇娇，你给我闭嘴！你竟然敢当着亲戚朋友的面说出这种话！爷爷奶奶想给我什么就给我什么，这个家还轮不到你做主！”我的一句话让陈娇娇彻底炸了，举起巴掌就向我冲了过来。长辈说话，你在这插什么嘴？奶奶却冲到我面前，一把攥住陈娇娇，用力把她推开，生气地说：“这是我孙女的生日宴，这里不欢迎你，你现在立刻给我滚！”陈娇娇哭着扑进我爸怀里：“老公，
你爸妈还有你女儿都欺负我，我可怎么活？”我爸黑着脸对我说：“佳佳，你怎么这么不懂事？你爷爷奶奶就算了，你也敢这么跟你妈说话？快给你妈道歉！”我冷哼一声，不屑地说：“我有妈，你少给我乱找妈。陈娇娇是你老婆，但不是我妈。”这时，爷爷大喊了一声：“够了！周建文、陈娇娇，你们俩给我滚出去！再不滚，我现在就叫保安把你们两个丢出去！”亲戚朋友议论纷纷，都在用看笑话的眼神看着陈娇娇和我爸。陈娇娇看讨不到什么好处，只能生气地拉着我爸离开了宴会厅。生日宴结束之后，爷爷奶奶一直念叨着，没想到我爸竟然会变成这样。明明他之前看着还是挺老实的一个人，他们怀疑是不是陈娇娇带坏了我爸，但是我却觉得可能我爸从来都不是爷爷奶奶印象中的老实人。如果陈娇娇今天的所作所为是我爸不愿意看到的，那么他第一时间就会冲出来制止他，而不是任由他大闹我的生日宴。他之所以纵容陈娇娇这么做，还帮他说话，是因为他心里和陈娇娇想的是一样的。这么多年，他假装老实，只是为了骗我爷爷奶奶和我妈罢了。我劝爷爷奶奶不要太伤心，大不了以后不搭理我爸和陈娇娇就是了。可我没想到陈娇娇竟然会这么无耻。我妈的忌日快要到了，所以这段时间我和爷爷奶奶都很忙，也没空关注陈娇娇和我爸。但一天晚上，我躺在床上刷朋友圈的时候，突然看到陈娇娇发了一条朋友圈。本来以为嫁入了豪门，没想到遇见了偏心的公公婆婆，竟然不要我肚子里的小太子，一心护着那个赔钱货孙女，还要给我老公那个死鬼前妻办忌日，想想就烦。到底有没有把我放在眼里？我才是这个家的女主人。配图是一张手摸着孕肚的照片。我接着往上翻，发现陈娇娇写了许多条抱怨我和爷爷奶奶的朋友圈。这个赔钱货妓女还懂点人情世故，知道巴结我这个怀了继承人的后妈。不过别以为这些小恩小惠就能收买我，等我生下儿子就把他赶出去。每次看见我公公婆婆对他好，我就觉得讨厌他。配图是我送给他的燕窝和鱼翅，还有那只卡地亚的手镯。看着后妈的这些朋友圈，我的血压越来越高。我突然想起之前从没有看到过陈娇娇发的这些朋友圈，这时我才意识到我现在登的是小号，平常我根本不用这个号。想来应该是陈娇娇忘记屏蔽我这个小号了。我登上我另外一个微信号，果然什么都看不到了。我又拿起手机，发现有人在陈娇娇底下评论了，应该是他妈。你公公婆婆竟然只顾着孙女，不顾你肚子里的孙子，真是老糊涂了。孙女儿比得上孙子一个脚趾头吗？你也太窝囊了，一点也不像我女儿。他们竟然敢给周建文那个死鬼前妻办忌日，这你怎么能忍？现在可是正牌嫡妻了，你放心吧，有我们娘家人给你做主呢。等他那个死鬼前妻忌日那天，我们全家到他们家大闹一场，给他们点颜色看看。接着我看到陈娇娇感激的回复，还是妈你对我好，你放心吧，只要我能拿到周家的产业，我一定帮大哥和小弟买房。母女俩你一言我一语，似乎已经把我们家的产业全部攥到了手里。看到这里，我忍不住冷笑一声，好啊，既然他们想来，那我就让他们彻底认清事实。按照我们这里的风俗，人在去世2周年忌日要大办。前一天我特意重新调整一下家里的监控摄像头，确保他们工作正常。忌日那天，我妈生前的好朋友、家里的亲戚都到了我家，
一说起我妈，每个人脸上的神色都很难过。我妈生前的闺蜜王姨一脸心疼，拉住我说：“佳佳，我是你妈最好的朋友，你妈走了，就相当于我亲女儿。以后有什么事跟我说一声，我能帮你的一定帮。”我感动地回握住了王姨的手。就在这时，我听见我家别墅外有人大喊了一声：“姓周的，你们一家人快给我滚出来！”在场所有人都惊讶的，我向门口望去，只见陈娇娇身后站着她妈，还有她的哥哥和弟弟，一家人气势汹汹地堵在我家门口。爷爷沉下脸色，对陈娇娇大喊：“陈娇娇，你要干什么？你知不知道今天是小慧的忌日？”陈娇娇还没吭声，陈娇娇妈就冷笑的一声说：“当然知道，我们今天就是来找你们问个清楚的。我闺女肚子里怀着你们老周家的继承人，而你们竟然就为了一个迟早要成为外人的孙女，当着所有亲戚朋友的面把我闺女赶出去，你们还是人吗？正好今天亲戚朋友们都在，我要让他们给我们评评理，看究竟是孙子重要还是孙女重要。”奶奶生气地对陈娇娇妈说：“这个问题你们不用问，在我们老两口心里，我孙女佳佳永远是第一位的，任何人都超不过她。”我奶奶话音刚落，陈娇娇妈就一蹦3尺高，随后又坐在地上撒泼打滚。“好啊，你们这是什么人家呀？竟然把一个外人看得这么重，你们真是老糊涂了。你们再这样，我就把我闺女和外孙子带走，让你们老周家断了根。”一旁的表姐看不下去，拉住陈娇娇妈说：“娇娇妈，你这是干什么？今天是我表姑的忌日，你们在这闹是算怎么回事？再说了，现在男女都一样，凭什么陈娇娇肚子的孙子就要比佳佳重要？你们这是无理取闹！”陈娇娇妈一听表姐的话来了精神，她一咕噜从地上坐起来，指着表姐大骂：“你算什么东西？说的什么歪理？男孩和女孩怎么能一样？男孩天生是宝贝疙瘩，女孩天生就不值钱。”表姐被气得涨红了脸，陈娇娇妈依然不依不饶，她一挥手对陈娇的哥哥弟弟说：“你们给我冲进去，把他们家的灵堂给我砸了，让他们知道我们家的厉害。以后你娇娇当了家，这周家的东西都是咱们的。”陈娇娇的哥哥和弟弟一听说陈娇娇当了家，我们家的东西都归他们之后，立刻来了精神，挽起袖子我就冲进了我家，还一脚踢碎了我家门口放着的1人多高的花瓶。正在这时，王姨突然站了出来，一脸严肃地说：“陈辉、陈阳，你们俩刚放出来多久，竟然又在这闹事？跟我走一趟吧。”陈辉、陈阳瞬间愣在了，惊讶地张大嘴巴说：“王警官，你怎么在这儿？”王姨冷笑着说：“佳佳妈是我的闺蜜，没想到她忌日那天，你们竟然敢来闹事儿。”都蹲下抱着头不许动。陈辉、陈阳只能乖乖蹲了下去，双手熟练地抱住了头。王姨打了个电话，很快几辆警车就到我家，要把闹事的陈辉和陈阳带走。陈娇娇妈撕心裂肺地扒了车门，又哭又嚎地阻止警察带走陈辉和陈阳，完全没有了刚才的嚣张气焰。但陈辉、陈瑶还是被警察给推上了车。王阿姨心疼地看着我说：“我是一名警察，陈辉、陈阳前不久才因为打架斗殴我们拘留，没想到刚放出来又闹事，这次肯定要严肃处理。我要先回去处理这件事，再有人上门闹事你就直接报警。”陈辉和陈阳被带走之后，娇娇妈边哭边大喊：“好啊，没想到你们一家人这么恶毒，我现在就给你儿子打电话，总不能连你儿子也欺负。”
说完，他就给我爸打了个电话，让他赶紧过来。过了10几分钟，我爸急匆匆地赶了过来，扶着陈娇娇说：“老婆，怎么回事？”陈娇娇哭哭啼啼地对我爸说了刚才发生的事儿。她拉着我爸的手说：“老公，你爸妈竟然这么对我，这不是想要逼死我吗？”陈娇娇妈也拉着我爸的手说：“好女婿，你看你爸妈竟然为了个孙女这么干，我看这个爸妈你也别认了。”说完，陈娇娇妈一脸得意地对爷爷奶奶说：“既然你们不要孙子，那儿子也别要了，我看你们老两口怎么办？”我冷笑着对陈娇娇妈说：“老太婆，你别得意，既然你不想让我爸认我爷爷奶奶，那我爷爷奶奶也不认我爸了，你们全家都给我滚！”陈娇娇妈瞪着眼睛大喊：“你个小孩懂什么？滚一边去！”可这时爷爷却站在了我身前说：“该闭嘴的是你们。佳佳说的不错，周建文，你从此之后别叫我爸，我和你妈再也没有你这个女婿。”陈娇娇震惊地看着我爸：“老公，你爸妈是不是老糊涂了？怎么说你是他女婿？”陈娇娇妈也焦急地看向我爸，我爸低着头一言不发。我冷笑着对陈娇娇说：“陈娇娇，别打你的如意算盘了。你成天把肚子里怀着周家的继承人挂到嘴边，可你不知道我听着有多好笑，因为我才是周家唯一的继承人。我爸他根本就是个赘婿，只有我才和爷爷奶奶有血缘关系。你怀10个8个都跟我们周家没有1毛钱的关系，知道吗？”陈娇娇瞬间傻了，她猛地瘫坐在地上，不停地喃喃自语：“不可能啊！怎么会这样？儿子怎么变成女婿了？”陈娇娇妈也拽着我爸不停地厮打：“周建文，你竟然是个上门女婿，你怎么不早说？装什么豪门少爷？”我爸被推搡得受不了，他猛地甩开陈娇娇妈：“这也不能怪我。我也没说佳佳爷爷奶奶是我亲爸妈，是你们自己这么认为的。”说完，他又拉住爷爷说：“爸，我们都是一家人，别说那些气话。虽说娇娇肚子里怀着的是我的孩子，和你们二老没什么血缘关系，但我们都是一家人。我儿子就是您孙子，你们把他当继承不就行了？”娇娇说她肚子里怀的是个男孩，这不比佳佳好多了？佳佳再好，终究是个女孩。以后我接管了家里的产业，给她一口饭吃就行了。再说了，你们二老都这个年纪了，佳佳又是个丫头片子，什么都不懂。公司还有一大堆事要处理，不全都要靠我吗？离了我，你们可怎么办？见好就收吧，别闹得太难看，要不然撕破脸了，难过的还是你们自己。听到我爸的话，爷爷奶奶的脸色瞬间铁青。爷爷指着我爸，颤颤巍巍地说：“你没想到这么多年，你一直装老实，骗我和你妈。”我爸得意地笑着说：“能骗这么多年，是我有本事。现在周慧那个短命的也死了，我看你们怎么办？”我爸一脸得意的样子，好像已经笃定能拿捏住爷爷奶奶和我。这时，一旁忍无可忍的我去一个箭步冲上去，啪的一巴掌狠狠地扇在我爸脸上。我爸捂着脸大喊：“周佳佳，你干什么？我是你爸，你怎么能打我？”我甩了甩手，冷笑着说：“从今之后，我也没有你这个爸了。我爷爷奶奶这么多年一直把你当亲儿子看待，我妈从来都没有对不起你过。可你呢？你在我妈去世不到1年，就把陈娇娇娶进了家，之后还带着她大闹我的生日宴，现在又在我妈忌日来闹事，还对爷爷奶奶说这种话，你就是个白眼狼。你这样的爸爸不要也行。”在场的亲戚朋友这一幕之后，也纷纷指责我爸无耻，甚至有几个亲戚要冲上来打我爸，可爷爷却摆摆手，示意他们安静下来。爷爷站在我爸面前说：“
周建文，从此之后你也不必姓周了，毕竟你本来就姓刘，你也不是我们家的人，公司你也不用再去了。我孙女儿很优秀，我相信她能继承我们家的事业。我一辈子浮浮沉沉，什么没见过，没经历过，别以为我们家离不开你。从今之后，我们家跟你没有任何关系，你现在就滚，否则我立刻报警。我爸捂着脸，看着气势汹汹的亲戚们和一脸坚定的爷爷，冷哼一声说：好啊，就让我看看你们两个老不死的和一个丫头片子能不能管好公司的事，别到时候再来哭着求我。说完，他转身上车绝尘而去。陈娇娇跟他妈赶紧哭着追在车后面。我和爷爷奶奶送走亲戚朋友之后，爷爷叹了口气对我说：佳佳，你还这么小，就要承担起公司的事儿了，你有信心吗？我点了点头说：爷爷奶奶，你们放心，我有信心，公司的事情我可以承担起来。爷爷奶奶赞许地点了点头。第二天我就直接到了公司上班。由于我爸已经被爷爷奶奶赶出了公司，所以我直接坐在了总经理的位置上。大学时就跟同学一起创过业，发展得很不错。但是我知道我迟早要继承家里的公司，所以在大学毕业之后就选择了退出。所以我虽然只是刚大学毕业，但是却有很多管理企业的经验。我刚上班1个月，就把公司管理得井井有条。但这1个月里，我经常听到同事向我报告，说我爸问他们我在公司表现得怎么样。我知道，我爸做梦都想公司乱成一团，好让我和爷爷奶奶求他回来。但是这怎么可能？他得到的消息无一不是称赞我多么优秀，把公司管理的比他在的时候还好。我爸彻底破防，他扬言要重新开一家公司和我对着干，为此还卖掉了之前我妈去世后留下来的几栋别墅。陈娇娇还发了条朋友圈：老公，我相信你，我们娘俩可全都靠你了。我翻了翻陈娇娇这段时间的朋友圈，发现她自从跟我爸一起被赶出家门之后，就失去了之前住在豪宅喝燕窝吃鱼翅的安逸生活，只能挺着大肚子自己做饭。我爸卖了别墅之后，他更是只能和我爸住在狭小的出租房里。我爸成立了一家公司，专门和我们做同类型的产品，而且价格更低。但是我却丝毫不慌，因为我知道我爸资金有限，很快他就会把钱全部赔进去。而我们家的公司有固定的合作渠道和客户，根本不用担心。果然，仅仅过了3个月，我爸的公司就彻底倒闭，因为发不出员工的工资，还被告上了法庭。最后，我爸所有的财产都被强制执行，他彻底身无分文。国外的公司垮台之后，我管理的公司更加蒸蒸日上。可就在这时，我爸却突然带着一帮电视台的人冲进了公司，他身后还跟着一群人，举着横幅欢迎周佳佳女士3代还宗。电视台的主持人举着话筒凑在我脸前说：周佳佳女士，您这么年轻就成为公司的总经理，一定离不开你父亲的教育吧？你父亲说自己是上门女婿，无奈才让你姓了周。他找到我们电视台说，你说要给你举办一场3代还宗的仪式，这真是太让人感动了。为了生活不得已，离开家族信了别人的姓氏，现在能回到自己本来的姓氏，一定很开心吧？我莫名其妙地瞪了主持人一眼，开心什么？我姓周挺好的，为什么要改姓？主持人愣了一下，我爸立刻窜出来说：佳佳，你怎么不懂，这么不懂事？古人常说3代还宗，虽然你只是第2代，但是因为我姓了你爷爷奶奶的姓，算提前1代。
所以你就是第3代。你现在恢复我们老刘家的姓氏，不是这很正常？你既然姓刘，那这个公司就是我们刘家的公司。我是你爸，你是总经理，我就应该是董事长。我爸又转头对身后一个看起来就十分精明的老太太说：“妈，这就是您的大孙女儿刘佳佳，佳佳，这就是你奶奶。”我出生20多年，素未谋面的奶奶拉着我，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。佳佳呀，你都不知道奶奶有多想你，委屈你了。我们老刘家的大孙女儿竟然跟着外人的姓周了这么多年，想想奶奶就心痛。好在你爸决定让你认祖归宗了，你一定很高兴吧？要我说，你一个女孩子就别在外面抛头露面了，把公司给你爸，还有你的几个堂哥，你赶紧找个人嫁了，比什么都强。看着面前这个老太婆眼里的金光，我忍不住默默翻了个白眼。我一把甩开她，冷冰冰地说：“你是谁？我根本就不认识你。我再说一遍，我姓周，跟你们姓刘的没关系。这个公司是我们周家的公司，别什么阿猫阿狗都来碰瓷。”由于动静闹得太大，公司的员工都不停地往我办公室里偷看。主持人又把话筒递到我嘴边：“周佳佳女士，难道看着这一幕你不感动吗？你的爸爸和奶奶都想让你回归刘氏家族啊！就算他们曾经有错，难道你就不能原谅他们吗？他们毕竟是你的长辈。俗话说，天下没有不是的父母。你现在也是代表你们公司的形象呀。”我爸身后站着的应该就是我的那几个所谓的堂兄，他们气愤的窃窃私语，就没见过这么狠心的人，亲奶奶都不认，可不是吗？一个女孩管理什么公司？要我说，把这个公司给我们几个一分，她嫁人了，彩礼也给我们几个分一分不就行了？就是她本来就姓刘，姥姥爷爷全都是外人，我们老刘家才是一家人。我冷笑一声说：“你们老刘家未免算得也太清楚了吧？结婚时为了我们家的钱，一口答应生下的孩子姓周，现在我长大了，你们又想反悔？天底下哪有这么便宜的事？说什么3代还宗，不就是想吞了别人家的财产，还不用承担子女改姓的后果？我告诉你们，没那么容易。我过去、现在、将来都只会姓周。”说完，我直接叫保安把所有人全都轰了出去。我还特意告诉保安，这群人永远都不许进我们公司的大门。几天之后，电视台竟然播放了这期节目，题目就叫《不肯回归家族的女经理》。画面里的我一脸嫌弃地看着鼻涕横流的奶奶，还让保安把他们赶了出去。这段视频瞬间就引发了许多人的讨论，网上有很多人骂我，为了钱竟然不认自己的亲奶奶，还把爸爸和堂兄赶出了公司，实在是太嚣张了。甚至有人跑到我们公司楼下点名说要教训教训我，而我直接就在网上发布了我妈忌日那天我爸他们大闹灵堂的视频。画面中，我爸得意洋洋威胁爷爷奶奶的嘴脸展露无遗。这下舆论彻底反转，人人都指责我爸太奸诈，竟然这么对待死去的妻子和妻子的父母。我爸偷鸡不成蚀把米，彻底没了希望，开始每天借酒消愁。一开始，陈娇娇还发朋友圈：“老公有个那样的女儿，真是太可怜了。”又喝醉了，看来只有我来照顾他了。配图是他挺着肚子给我爸端醒酒汤的照片。可后来陈娇娇越来越不耐烦，经常发朋友圈说我爸没本事，每天就知道喝酒。后来干脆把肚子里的孩子也给打了。打掉孩子之后，陈娇娇似乎认识了别的男人，经常在朋友圈里发一些出入高级餐厅和坐在豪车副驾驶的照片。
我爸现在穷困潦倒，根本不可能带他进出这些场合，更别提让他坐在豪车的副驾驶了。可这些都不是我关心的事。这段时间，我对处理公司事务更加得心应手，也有了很多空闲的时间，经常带着爷爷奶奶到世界各地去旅行。我希望他们有一个健康快乐的晚年。一次，我们刚旅行回家，竟然就听说了我爸被警察抓走的消息。原来我爸在发现陈娇娇瞒着他跟别的男人约会后，去找陈娇娇对峙，但是被陈娇娇各种嘲讽他没用、没本事，于是他一怒之下，竟然把陈娇娇从26楼推了下去。邻居发现之后，立刻报了警。警察查清楚事情真相之后，判了他死刑。爷爷奶奶问我要不要去见他最后一面，但是我却拒绝了。经过这些事情之后，我早已不再把他看成我的父亲。几个月之后，接到警察打来的电话，让我去认领骨灰。毕竟我和我爸之间有血缘关系，这一点是没法改变的，所以警察才会给我打电话。我只好过去一趟。领到骨灰后，我找个地方草草把它下葬，也算是仁至义尽了。之后的日子，我带着爷爷奶奶又去了很多新的地方。我牵着爷爷奶奶的手，像他们小时候牵着我一样。我还会带着他们去更多的地方，欣赏更多的美景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